此前 Pico 宣布的独占武力全开 VR 在 Pico 裁员计划之后被放弃，而现在育碧宣布找到了新的合作方，并计划游戏将于10月15日登陆 Meta Quest。而这个时间刚好是 Meta Connect 大会之后没多久，四舍五入也算是傀儡 3S 的首发呼喊游戏了。就目前的消息来说，并没有提及是否上架 PC VR 平台。游戏首播提供25首曲目，包括像麻辣鸡、灯妹、傻脸娜、绵羊等人的个人代表作。比起平面版的武力全开 VR 版，成就感将会进一步提升。VR 玩家会直接进入360度的炫酷舞台中，跟随领舞教练来跳动。游戏会采用 VR 手柄双手计分的游戏玩法，不知道未来随着更新会不会变成支持全身动捕。武力全开 VR 中还设立一个名为武力城的社交中心，玩家可以自定义虚拟形象，虚拟形象并没有选择 Meta 官方的阿维塔，而是选择 Ready Player Me。大家可以先去 Ready Player Me 创建一个自己喜欢的虚拟形象，它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比 Meta 自家的强多了。VR 玩家在武力城会有自己的公寓，最多可以邀请6名玩家一起跳舞，并与玩具互动。在游戏过程中，玩家可以慢慢解锁全套服装。只是对国内玩家来说，首先还是保佑一下游戏的多人游戏功能走的不是 Meta 的服务器吧。剑与魔法将在6月17号为 PC VR 更新 1.0 的正式版水晶狩猎。在这之前，剑与魔法只是一款沙盒游戏，那现在是水晶狩猎，就是它的主线故事篇章，相当于一个全新的战役剧情模式，会有新的地下生物敌人群，比如预告片里你可以看到一个巨大的石头怪 BOSS。玩家需要在水晶狩猎模式中重新创建一个角色来跟沙盒模式区分开。在这个模式下，新角色会包含一个升级系统、技能树的成长和水晶战利品的收集。收集的水晶和战利品可以在游戏内的商店购买武器和盔甲，就类似于 RPG 游戏那样了。由于正式版内容的更新相当于游戏已经准备好结束抢先体验阶段，那在6月17号 PC VR 版本的剑与魔法就会从$20涨到$30。在此之前已经购买的朋友当然是可以免费更新的。涨价同样适用于 Quest 版本的剑与魔法，但是开发团队至少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慢慢的完成 PC VR 版本的稳定更新。在这之后，他们才着手进行 Quest 版本的剧情模式移植。所以在接下来这几个月的时间里 ，Quest 版本会继续保持$20的售价。在这段期间，大家可以好好考虑一下是否入手。接下来是一款 PSVR2 游戏，《死亡附身》原本是即将登陆 PC 和主机的一款以神话与恐怖元素结合的平面生存恐怖游戏，但是他们在月初突然宣布，在完成平面版的工作之后，会着手进行 PSVR2 版本的开发。故事背景设定源自神秘的阿兹特克神话，引入了邪恶宗教的元素。玩家扮演的阿德里安面对母亲突然消失的谜团，决心追寻真相，一路与霸道的神明进行生死较量，迎接诸多挑战。主角的手臂甚至还能开花，整个创意就挺邪点的。游戏预告片展现了精美的画面和真实音效，营造了恐怖气氛。即便不是通过 VR 游玩，也已经惊悚程度拉满。届时游戏会提供多样的难度选项以及丰富的隐藏元素来增添游玩乐趣。不过这个游戏目前只提及了 PSVR2， 后续会不会同步上架 PC VR 还要再看。然后是一款全新的 VR 越野车竞速游戏 XO Cars。游戏中 VR 玩家将驾驶一辆可定制不同悬挂动力的越野车，在各种不同的赛道坡道间比赛，同时还要时刻躲避突然而来的障碍物。游戏基于真实的汽车物理原理模拟，赛道设计也是非常注重景观、路面类型和地形起伏。每条赛道都是有斜坡、漂移弯道和障碍物。PC VR 版还确认加入了方向盘的外设支持。XO Cars 会有拉力赛和街头赛车两种方式，前者是穿越崎岖险峻地形的冒险之旅，后者是以城市景观为背景，将城市赛车的快感发挥到极致。在竞速中，除了赛车游戏常规的漂移以外，还会有越野车因为地形起伏而造成的不断跳跃，让游戏体验多了一种晕吐的理由。游戏将于8月率先在 PC VR 上线，除了单人模式，还有实时多人对战和异步的多人游戏确定会有Quest版本，但具体什么时间推出尚未确认。奇幻美术风格、节奏应有暴走甲虫的精神续作 Treasure 即将于7月26日上线Quest 3D 和 PC VR。新作延续了迷乱梦幻的艺术概念，视觉体验比起之前将更为丰富VR 玩家只需挥挥手就能引导一条华丽的太空鳗鱼穿越令人惊叹的幻想场景。整个游戏过程将伴随着音乐，让太空鳗鱼不断俯冲，撞击重重障碍，同时还能堆叠层层的组合连击术，与野性十足的 BOSS 进行高速的对抗。我一直觉得这个游戏系列有一种脱离常规的创造力，尤其是新作选择了鳗鱼之后，还给人一种在空间操控贪吃蛇的既视感，让音乐、视觉器官和玩法巧妙的融合在一起，爆炸效果就像弹幕一样推平眼球，实际感官体验相信会
会非常的新奇。最后不得不提一下突然上架快乐商店的8号出口 VR， 这款广受赞誉的独立游戏冷不丁的就被移植到了 VR 一体机，比起平面版那种诡谲的氛围将更加的身临其境。游戏里玩家会被困在无尽的地下通道中，玩家的任务是通过仔细观察周围的环境，确保不要忽略任何异常情况，一旦发现异常就得立即返回，如果没有发现异常那就继续前进，循环往复直到8号出口而离开。游戏售价只有7美元，但同样的它一次通过的游戏时长也很短，估计半个小时就能搞定，所以决定要入手的朋友要提前考虑一下内容时长的问题。OK，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我们是不能的 VR 成熟，而是陪着 VR 成熟的VR 宅圈。如果你也是对 VR 相关感兴趣，欢迎加入我们玩家交流社群和频道，最后别忘了给我点赞、投币、转发3连，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